最近在和很多年轻朋友聊天时，经常被问到这样2个问题：你能不能确切地告诉我，具体什么时间买房子最合适？我只要按照你说的去做，就一定能达到目标吗？这些问题看似简单直接，但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提问的人其实不是真的在寻求一个具体时间点或者一个标准答案。就像我们常说的听话要听音，他们表达的内容不重要，真正重要的是他们背后的意图，对确定性的渴求。每次收到这样的资讯，我都能感受到提问者那种近乎困兽的焦虑。他们会用很多情绪化的语言描述自己的处境，我感觉自己被困住了，左冲右突都试过了，就是找不到出路，现在太迷茫了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而他们真正想要的就是一个确定的，只要按部就班就一定能突破困境的答案。这种对确定性的渴望几乎是这个时代年轻人的集体心理写照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今天我想和你聊聊这种普遍的焦虑和迷茫到底从何而来。其实确定性的减少至少有3个层面的原因。第一个层面就是经济周期向下。还记得周期向上的时候吗？那时候的确定性是时代赋予的，就算你躺着什么也不做，也会有明天会更好的既视感。你往周围看看，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高楼大厦，到处都是一夜暴富的财富神话。买房的人换来换去，房子越换越大。虽然房价涨得快，但只要上车就是赢家，这就是所谓的躺赢。打工的人收入也在持续上涨，即使涨幅跟不上房价，但至少能让大家保持一个越来越好的预期。那时候的确定性就像空气一样自然，你甚至感受不到它的存在。但当周期开始向下，一切都变了。买房，现在别说躺赢了，连房子能不能按时交付都成了问题。收入，别说上涨了，连工作还能不能保住都说不准。看看周围那些企业裁员的新闻，35岁就被优化的案例，谁还敢说自己的工作是铁饭碗？这不是偶然现象，而是债务周期下的必然宿命。用个简单的比喻，借债的时候你好我好大家好，还债的时候就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。在这样的大环境下，原地踏步已经算是难得，想往上爬更是难上加难。确定性必然会越来越少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什么都做不了，只能躺平，任由时代的洪流从身上碾过？当然不是。但在告诉你解决方案之前，我们还得看看确定性减少的第2个原因，从考试到社会的巨大转变。在学生时代，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确定的竞技世界里。那时候的路径非常明确，就是刷题、考试、升学。只要你好好学习，多做题目，成绩就一定会提高，这就是最简单的正反馈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备考的人群往往是幸福的，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充满确定性的世界，只要背书做题就能获得正反馈，只要考高分就会觉得未来可期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现在考公考研这么热。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，只有考试能为年轻人提供短暂的确定性。就像网上那个高3女孩说的，清晨6点的校园很黑，但600分的成绩也真的很耀眼。这话戳中了多少人的心啊！但可惜的是，这种确定性只能维持到考试结束。因为现实世界往往是没有头绪的，它的反馈充满了随机性。你可能努力了很久，却惨得亚批，也可能刚看到收获的苗头，突然就被一盆冷水兜头浇下。这就是从竞技世界到概率世界的转变。在竞技世界里，你的困难是明确的，敌人就在那里，你知道要打败谁。但在概率世界里，你最大的困难不是敌人太强大打不过，而是你根本看不到敌人在哪里，你拔剑四顾心茫然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年轻人并不是不愿意努力，而是不知道该怎么努力。因为在这个世界里，努力和结果之间不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。说到这里，
我们就要谈谈确定性减少的第3个原因了，那就是轨道与原野的困境。什么是轨道？相信你一定很熟悉这条人生轨道：读20年书，还30年房贷，等到还完房贷，就该为医院做贡献了。它的站点分别是：6至18岁，往脑子里灌输一些不切实际的东西；18至22岁，在对学科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选择专业；22至25岁，在对社会运行机制毫无概念的情况下选择工作；25至30岁，在对爱情一知半解的情况下，被要求选择过一生的伴侣。最可怕的是，等到30岁以后，当这些事情都还没整明白的时候，你却被要求生孩子，然后麻木地教育下一代，重复这样的人生。听起来是不是觉得窒息？这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想要逃离这条轨道。但这条轨道的存在是有它的道理的。费孝通在《乡土中国》中说得很清楚，轨道的目的是什么？是秩序、稳定和可控，从来就不是什么为了你好。它不民主，因为从来不会征求你的同意就设定好了你必须适应的生活方式。它不友好，因为这个世界不是为你方便而设计的，而是为成年人的方便而布置的。它的存在先于个体，为的就是确保人们的行为可预测，越少变化越容易控制。所以从小到大，你接受的教育就是3件事：要在轨道上竞争并获胜，要听话，别问那么多为什么，要学会忍耐。当你觉得坚持不下去，向长辈诉苦的时候，得到的答复永远是：为什么别人都行，就你不行？大家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？忍忍就过去了。现在你明白了吗？这条轨道看似在轰隆隆地往前走，实际上并没有进步，它是一圈又一圈的轮回，象征着我们被困在复杂系统中的人生。但问题来了，当你意识到这一点，想要逃离轨道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新的困境：原野的诱惑与恐惧。是的，你不喜欢轨道的无趣、不自主和被规训。但原野呢？原野意味着自由，但同时也意味着风险和迷失。这就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很久的鸟，即使笼门打开了，它也未必敢飞出去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你已经习惯了被控制。就像《黑客帝国4》里耶昂对主角说的那句话：人类需要被控制。这话乍一听很荒谬，但仔细想想，是否需要被控制是分时候的。什么时候人们需要被控制？当他们习惯了被控制之后。这个逻辑放在这里也成立。为什么有些人需要轨道？因为他们习惯了轨道，从来没有人教过他们如何在没有轨道的情况下生存，如何辨别人生的方向，如何做出关键的选择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虽然知道原野里可能有更精彩的人生，却始终踟蹰不前。他们已经失能了，就像那只不敢飞出鸟笼的金丝雀。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往往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，既对现有的轨道感到窒息，又对未知的原野充满恐惧。这种矛盾的心理才是确定性缺失最深层的原因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？既然不能躺在轨道上，又害怕跳入原野，难道就只能在这种焦虑和迷茫中煎熬吗？当然不是。让我来跟你分享一个新的思路，把人生当作一场探险。想象一下，你刚从一列在既定轨道上奔驰的火车上跳了下来，眼前是一片荒茫无际的原野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你感到迷失，是因为原野充满了不确定性。比如你面前有一片茂密的草丛，一旦拨开，后面可能是鲜花盛开的世界，也可能是豺狼虎豹的世界，还可能什么都没有。这时候你会怎么想？是不是觉得全靠运气？运气好就能遇到好事，
运气不好就可能把命都搭进去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上香比上班还积极。但是换个角度想想，如果你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探险家，你会怎么做？一个优秀的探险家会根据地面的痕迹、溪流的方向、动物的习性、风中的气味，搜集一切能得到的信息，去判断前方的草丛里究竟藏着什么。即使无法完全判断，他也会用最稳妥的方式去试探，而不是愣头愣脑地往前冲。就算真的撞上危险，但因为身强体壮、反应敏捷，也能及时逃离。现在你还觉得在原野中能得到什么完全取决于运气吗？这就是探险家思维方式的精髓：收集信息，细致观察，谨慎判断，稳妥试探。他告诉我们，在不确定的世界里，确定性不是被给予的，而是要靠自己创造的。要创造确定性，首先要做的就是摒弃学生思维。什么是学生思维？就是只要这样做，就一定能那样的思维定式。在学校里，这种思维很有效，只要背单词就能多考1分，只要多考1分就能甩掉一操场的人。但在现实世界里，这种简单的因果关系已经不存在了。就拿找工作来说，很多人觉得我只要考出这个证书就一定能找到好工作，但现实是光有证书可能连面试机会都拿不到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忽略了就业市场的变化、企业的真实需求、竞争对手的实力等等关键因素。所以我们需要建立自己的确定性系统。这个系统包含3个核心要素。第一是信息收集。就像探险家要观察各种自然现象一样，你要持续关注行业动态、市场变化、政策走向等等。但要注意，不是所有信息都有价值，你需要学会筛选和过滤。第二是决策判断的框架。拿房产投资来说，很多人问我什么时候该买房。其实房地产市场也是有明确信号的，比如流动性的边际宽松，当美联储结束加息周期开始降息，直至利率降到0，这意味着全球流动性会大范围改善。房价的极限就是居民负债的极限，只有当居民的利息支出小于收入增速，房价才能维持得住。再比如房产税的落地，这不是选择题，而是必然题，因为它既是更公平科学的税种，也是在财政形势恶化时的必然选择。有了这样的判断框架，你就不会盲目追涨杀跌，而是能在合适的时机做出正确的决策。第三是在行动中持续优化。确定性不是一蹴而就的，而是在反复试错和迭代中逐渐建立的。就像探险家也是从一次次探险中积累经验的。说到行动，我们再来谈谈职业发展的新思路。现代社会正在制造一个庞大的无用阶级，很多工作都是无意义的，既不提供成长性，也没有价值感，还随时面临被机器和 AI 取代的风险。比如大城市的流水线工人、客服、会计、行政，在这些岗位上拼命努力有什么意义？你会发现这些岗位的特点是越穷越忙，越忙越穷，是一个负向循环。那突破口在哪里？关键是要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去思考、分析、判断，寻找真正有价值的方向。不是让你一味地投入更多时间去做无意义的事，而是要在工作之余找到建立核心竞争力的机会。说到这里，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，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，确定性到底从哪里来？这个问题可能困扰着你很久了。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你是否也会躺在床上，盯着天花板发呆，思考着人生的方向？说实话，我特别理解这种感受，因为在当下这个时代，不确定性似乎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的常态。但是今天，我想和你分享一个重要的观点，这个观点来自桥水基金创始人 Ray Dalio。在他的著作《原则》中，他提出了投资的第一条原则，就是拥抱现实。这句话乍一听可能很简单，但细想起来却蕴含着深刻的智慧。尤其是把它放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里，
简直再合适不过了。那么，什么是现实？让我们一起来剖析一下。首先，现实就是经济周期正在向下。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是个让人沮丧的事实，但你要明白，这不是好事还是坏事的问题，这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。就像探险家不会抱怨丛林太危险一样，我们要做的不是否认或抱怨这个现实，而是承认它的存在，然后想办法在这个现实中活出自己的精彩。还记得那句老话吗？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经济周期就像自然界的四季轮回，有上有下，这是规律。在周期向上时不要得意忘形，在周期向下时也不要过分悲观。关键是要了解这个规律，适应这个规律，并在这个规律中找到自己的机会。其次，现实就是你已经离开了竞技世界，进入了一个充满概率的世界。这个转变可能比你想象的要重要得多。在学校里，我们习惯了努力就有回报的简单逻辑，但在真实世界中，事情往往没有这么简单。这不是说努力没用，而是说我们需要更智慧的努力。就像打牌一样，同样的牌，高手和菜鸟打出来的结果可能完全不同。高手会考虑时机，会权衡利弊，会计算概率，而不是一味的死磕。所以在这个世界里，关键是要学会在合适的时机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现实就是你不想在那条充满规训的轨道上继续前进，那就必须面对原野的不确定性。这就像一个选择题，既然你选择了自由，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。说到这里，经常会有人问我，可是现实中还有那么多不公平、不合理的潜规则，你怎么不说？我要说的是，不管是不公平的社会规则，还是持续走衰的经济预期，我们看待他们的心态都不应该是控诉或抱怨。他们就像是探险途中可能遇到的豺狼虎豹，你要做的是了解他们的习性，掌握他们的规律，学会避开他们，然后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。这既不是顺应规则，也不是利用规则，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拥抱现实。它意味着你既不天真的相信世界是完美的，也不愤世嫉俗的觉得一切都是黑暗的，而是以一种成熟的、理性的态度去面对这个世界的复杂性。那么，最终的确定性从哪里来？来自于你对这个世界越来越深入的理解，来自于你越来越强的分析能力，来自于你识别风险和把握机会的本领，来自于你在行动中持续积累的经验。这些都不是一蹴而就的，而是需要在实践中慢慢积累和沉淀的。就像一个老练的探险家，他在丛林中的确定性不是来自于运气，而是来自于他过硬的本领。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前进，什么时候该停下，什么时候该绕路，什么时候该撤退。这种判断力不是天生的，而是通过无数次的实践和总结才培养出来的。这种确定性才是真正的确定性。它不是别人给你的，而是你自己挣来的。它不会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消失，反而会在挑战中变得越来越强大。它就像是你内心的一盏明灯，在不确定的旅途中为你指明方向。所以，与其总是向外寻求确定性，不如把精力放在提升自己的能力上，因为最终你就是自己最大的确定性。让我们回到开始时那两个问题：具体什么时候买房最合适？只要这样做，就一定能成功吗？你看，这些问题里隐藏的都是一种对标准答案的渴望。这让我想起了我们在学校的日子。那时候，每道题都有标准答案，只要按照老师教的方法去做，就一定能得到正确答案。这种思维模式深深地植入了我们的大脑，以至于走入社会后，我们还在不自觉地寻找这样的标准答案。但现在你应该明白了，这种学生思维在现实世界是行不通的。不是因为这种思维不够好，而是因为现实世界太过复杂。就拿买房这个问题来说，影响房价的因素实在太多了，
经济周期、货币政策、人口结构、城市规划、教育医疗配套，哪一个因素的变化都可能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任何人跟你说具体某年某月买房最合适，要么是在夸大其词，要么就是在误导你。因为没有人能够精确预测这么多因素的变化。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只要这样做就一定能成功这个问题。成功从来就不是一个标准化的过程，每个人的起点不同，资源不同，机遇不同，所以成功的路径也必然不同。但是这真的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吗？恰恰相反，我认为这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这意味着你的人生不是被别人设定好的程序，而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探索过程。你不必严格按照别人规划的轨道前进，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和选择，开创属于自己的道路。想想看，如果人生真的像考试一样有标准答案，那该多么无趣啊！每个人都按照同样的路径，做着同样的事情，追求着同样的目标。那样的人生，即使达到了所谓的成功，也不过是别人生活的复制品。所以，当我们说人生不是轨道，是原野的时候，这不仅仅是一句激励的话，而是在描述一个真实的现状。原野意味着广阔，意味着自由，也意味着挑战和机遇。但请注意，我说的是在原野上，你不是一个迷路的旅人，而是一个越来越老练的探险家。这句话的重点在于越来越老练这个过程。作为探险家，你需要不断学习和成长。你要学会观察天气的变化，识别地形的特点，判断动物的习性，掌握求生的技能，这些都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积累。你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迷失方向，可能会遇到挫折和困难，但这些都是成长的一部分。每一次正确的判断，每一次成功的尝试，每一次化险为夷的经历，都会让你变得更加成熟和老练。渐渐的，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适应这种不确定性，越来越善于在各种情况下做出正确的选择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最大的确定性就是你自己。因为真正的确定性不在于外部环境有多稳定，而在于你面对不确定性的能力有多强。当你具备了探险家的思维方式和能力，那些曾经让你焦虑的不确定性，反而会成为你发现机会的信号。所以，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一起以探险家的姿态去拥抱这个不确定的世界吧。记住，你不是一个被动的观察者，而是一个主动的探索者。在这片广阔的原野上，每一个未知都是一个等待被发现的可能，每一个挑战都是一个等待被超越的机会。因为最大的确定性永远来自于你自己。当你真正理解并接受这一点，你就会发现，不确定性不再是一种威胁，而是一种机遇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拥抱现实的真正含义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